片下的生鱼片一片一片铺平摆好，另一个师傅则忙着剥去虾壳，准备料理最夯的鲜虾料理。这家是台南地区最早开卖生鱼片冻饭店家之一，老板毛耀成创业时才25岁，但现在已经是拥有冻饭、素食料理、居酒屋等4家不同性质的店面。我们干脆就把冻饭做一个品牌，就把居酒屋的其中一道菜变成一个品牌来推。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台南在做冻饭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开专门卖冻饭，尤其生鱼片，可能熟冻有，比如说盖饭这种东西，可能亲子冻有，可是做生冻的很少。它只是在日本料理的其中一项，我们就觉得我们挑战看看，然后就在那个点我们就做生鱼片冻饭。以冻饭来说，墙上的宣传字句融合了日文与中文，店里的菜单则是文青调性的手绘风，加上啤酒杯的餐具，还有保留木造老屋的装潢风格，都是许多年轻人喜爱的。所以客群多在30岁以下，而且还是外地客为主。眼下的亮丽成果，毛耀成也曾有过一段苦痛。我25岁就创业，可是有个但是，我觉得少年得志大不幸。那时候因为我不会管厨房，我只管外场，所以对厨房的东西我就听主厨的。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厨房的团队越来越散漫？所以后来我就把所有的厨房叫出来，包括主厨嘛，内外场全部人叫出来，我就把问题拿出来讨论。那时候主厨就脸拉不下来，对，没错，他就给我拍桌子，对，也跟我110折。然后后来就跟着2、3个也跟着不做。所以那时候当下我就觉得被打巴掌，因为外场的人在看嘛。看似平凡无奇的茶杯，一翻过来是日本富士山的样子。毛耀成抓准复古文创的浪潮，让自己的创业之路有了稳定基础。但像毛耀成这样的成功案例，就像是凤毛麟角般的珍惜存在。因为根据经济部统计，9成创业青年都是失败，仅1成能够成功。更令人讶异的是，只有1%能经营超过5年。但就算再怎么困难，投入创业的青壮族群还是多得吓人。人力银行统计，30岁以下青年创业就占了68.3%，30岁到45岁中壮年创业则有29.4%，第一次创业平均年龄更只有28岁。至于创业的原因，第1、2名都是想让自己拥有更多自主权，譬如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或是自己决定工作时间。所谓的追跟逃是我们在做职业生涯转换一定要先去厘清的，就算你要转职也要去厘清。追就是去追求你想要的方向，逃就是逃离我现在不想要的，就是逃避现实。是的，就是我现在不喜欢我的老板，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我不喜欢我读的专业，所以我要逃走，那这就是逃。也有人说，难道我们就要忍受讨人厌的老板吗？其实不是，虽然我们是想逃走的，可是一定要有追的方向。例如说，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选择，它是通往我的方向的，我未来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我现在创业或是我现在转职，这个动作它是一个追的动作，这是我们先要去厘清的。想成为不是随处可见的人，但有这样想法的人却是随处可见。目前就读大4的张以健，努力让自己成为不是随处可见的人。拥有汽修专长的他，在大4这1年提早进入 Volvo 的车厂，为自己的将来开始擘画蓝图。一开始没有想说要进到进口车，可是因为我对老师说，如果我现在不进来的话，那日后我要自己去应征就会比较难。因为老师愿意帮忙你们进去到进口车，其实这机会是非常难的。因为像我们就是讲白就是一张白纸，因为我们证照大家都会考，都可以过，可是你要进去的时候是真的那个感觉就是差的。进入职场不像在学校，无论专业领域或是和同事相处，都有各种眉眉角角，能够更早和业界接轨，是这几年教育方针的改变。理论和实务的占比增减，不仅涉及校方的课程设计，更是学生选校的项目之一。那现在的学生比较大的状况就是，他会完全没有碰过新车这种系统，那所以这2、3年我都会引进业界的资源进来，让服务厂的这些技师们可以来学校教导我们的学生认识他们现在最新的系统，让他们减少落差。以前的学生到业界大概要3个月才能够独立作业做保养，现在不用，现在大概1个月之后他就可以独立作业，这整个时间都缩短。
引进业界资源，避免学用落差。张以健说，这让他面对未来不再那么无助。像我现在进到进口车厂，那就是我要有更大的前进的动力，因为我不能只是单单就是在学校听书，可能我现在修好，但东西是好与坏我不知道。可是我现在我进到车厂，那我就是我修好了，那我要确保客人的安全，然后跟东西上的问题都要确保好。其实这个我跟自己讲，然后车厂里面都有各个厂的那个专业执照，所以那我会希望我在这1年里面可以先往上爬，至少先爬个2阶。毕业之后，我再继续留任，我才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只是学生秩序百百种，社会组成也是百工百业，要满足同学的需求，就得在师资与设备上更用心思。帮我们示范怎么送餐。那我们今天配的是乳内馅，所以呢，我们这边提供的是饮料跟点心。对，你可以用日文。向航空公司买来机舱设备，现在学校教室也能模拟机上服务的情境。不仅如此，更找来机上退役的空姐，手把手教学，是让学生对飞上空中的梦想有了更接地气的实际，也是让拥有这样梦想的同学为将来圆梦做出更完整的准备。我们也有空勤服务实务、地勤服务实务，像刚刚我那一堂课就是空勤服务实务，就会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其实在课上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让他们了解说，他们考虑他们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个行业。有一些学妹上来飞了1个月，然后她就不做，她宁愿赔钱，因为她不适应这个工作。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每天都光鲜亮丽，可是其实空服员是省力女超人。清楚自己的极限，才不会让就业压力成为压垮梦想的凶手之一。每个学科的不一样，像教育部现在有在推一些产系专班啊，或者一些那个就业学程，那个比例就非常高啊，因为他希望至少比如说60%以上的学生要留下来。那这个在一开始我们就跟业者有一个共识，因为依照计划嘛，那所以挑的学生也会比较偏向意愿比较高，然后他培育起来，他公司在培育也知道说这个是希望未来再留在公司的。根据人力银行统计，2023年新鲜人第1份工作月薪平均为32030元，创下10年新高。但在物价不断上涨，许多年轻人对未来开始努力累积更多筹码。所以我们有点像把青少年时候的任务延后到中年、青年、中年的时候才去探索。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被2个阶段夹杀。青少年的任务是去自我探索，中年的任务是什么？当你一个青年踏入职场工作几年，他就会发现怎么工作2-3年我就接近30岁了。30岁华人传统的30而立，好像我必须要成家立业，确定我的方向。他被青少年的任务夹杀，又被30多岁的社会期待夹杀。等一下坐第1排的那6个我就加分。即使产官学3方面针对就业问题不断提出改进方式，在少子化、高物价等多重问题夹击下，无论是对新鲜人或是资方，几乎都得不停学习，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今社会。不管几岁，你都会觉得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还来得及吗？30岁也会，40岁也会。放心，你40岁还没做，你60岁也会这样子后悔。所以我都会建议，只要你有一点这样的想法，你就去试试看。例如说，你想要尝试学摄影，你想要尝试画画，你想要尝试插花，你想要学看看能不能写程式。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看到成功的案例，它确实是可以实现转换专业。那也有一些人会很担心说，我如果去学写程式，发现我真的学不起来怎么办？也很好啊，这样你就知道你少一条选项，我们再尝试别的选项。